西方坦克力图力挽狂澜，收复失地。专家称，先修桥再说。近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召开，本是1年1度的经济盛宴，却被西方当作发表俄乌冲突立场的政治工具。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北约各国准备向乌克兰供应现代主战坦克该被如何使用。在这件事的争论上产生了两派思想，一派主张用来防御俄罗斯当前的迅猛攻势，一派主张用来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并且向俄罗斯发起反攻。正在两边争论的不可开交之时，有人提醒乌克兰军队要用北约坦克，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根据乌克兰境内当前现有的桥梁结构来看，恐怕无法承受来自北约所供应的坦克重量，应该先解决如何把坦克运到乌克兰再说。作为苏联时期的工业重镇，乌克兰虽然继承了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但是多年来一直缺乏维护，这主要也跟乌克兰的经济发展有关。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的2020年初，泽连斯基就发起了一项名为乌克兰大基建计划的改造工程项目。如今回过头来看，还好这项工程启动的晚，不然全都要在俄罗斯的导弹之下打水漂。根据乌克兰现有的桥梁结构跟状况来说，专家估计其承重最多不超过50吨重，否则就有断裂的风险。而我们从当前西方所提供的坦克型号来看，英国打算向基辅移交的挑战者2坦克，从公布的资料可以得知，挑战者2坦克的净重量为 62.5 吨，这是在不配备弹药的情况下，如果在配备一个基数的炮弹前提下，保守估计重量不会低于68吨。而在商议之中，是否批准提供的豹式2坦克，其重量也与挑战者重量相当。这么看来，如果乌克兰想要接收北约的坦克，恐怕还要先改造现有的桥梁再说。再从俄罗斯的角度来分析，面对北约步步紧逼红线，似乎俄罗斯该使的招都使完了，还剩下的似乎只有2条路了。第一就是降低姿态，主动求和；第二就是再次主动提升备战状态，上至国家，下至人民，全都动员起来。面对这场升级的战争，就第一条来说，虽然俄罗斯声称不会放弃和平谈判，但谁都知道，这同乌克兰一样，更多是一种故作姿态。如果第一条走不通，那么就只有走第二条了。从当前俄罗斯的媒体报道来看，普京已经在向民众传达战争面临升级的极大可能，一旦战火蔓延到俄罗斯，俄罗斯的民众需要做好思想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现年99岁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发表个人观点。他说，俄罗斯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实现其目标，我们必须防止这场战争演变成针对俄罗斯本身的战争。对这位横跨将近1个世纪的老人所说的话，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参与这场冲突的各方都需要冷静思考，世界的未来到底在哪里？